这个男人是以周润发为原型的黑道大佬，实力堪比俄罗斯大姐头的张大哥。在这一座小岛上，各国黑帮有着自己的势力划分。就在刚才，三合会的总部突然被炸，张大哥带着手下来到了黑胶的事务所，给他们下了一个要命的委托。前2天，他们抓住了一个在他们势力范围内私自贩卖军火的小贼，发现对方居然是保加利亚的情报员。为了不让自己的命像蛋一样碎了，他供出了一份重要的文件，那就是反动势力针对美国的袭击计划书。早上新闻里一直播报的美国大使馆被炸事件，就是那群人干的好事。秉承着做生意无国界的原则，他找到那群人，告诉他们丢了东西，结果对方根本不领情。再后来，他的事务所就被炸飞了。为了将这份文件转运出去，张大哥安排了5个小队从岛上出发，各自奔赴不同的目的地，但只有一个箱子里装的是真的。黑胶小队就是其中的一支，目的地是巴西兰岛的本地军事基地。截止时间是2天过后，过了规定时间 ，CIA 的联络人就会离开。事件紧凑也没办法，对方已经开始行动了。大使馆爆炸就是一连串事件的开端。这份计划表彻底结束的时候，总统的脑袋就会落地。张大哥让达奇放心，等到了岛上就有他的人接应。而就在这时，莱维突然发现楼下出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，对着窗户就是一发火箭筒。莱维大喊着低息，扭头就跑。在火箭筒爆炸的同时，恐怖分子冲了上来。张大哥的行踪早就泄露了，不过好在没有人员伤亡。达奇骂骂咧咧的要取消交易，但如果罢工，连修理费都拿不到。张大哥掏出双枪，和莱维一起冲出房间，大杀四方。手榴弹被扔到脚下，都能弹顶起飞。同为华人和枪手，他和莱维之间配合非常默契，将黑胶掩护的安全出口已经有车的这片接应了。记住接头暗号后，汽车飞速驶向码头。与此同时，反美组织也在计划夺回计划书。组织里有个名叫竹中的日本人，做事很是悠闲，这让他的搭档伊布哈拉很不满。本来事情到炸毁三合会的事务所就结束了，但谁能想到张大哥这么能搞，又搞出了5条线路运货，到底哪一条才是真的？竹中首先派出陆运，空运又太明目张胆，剩下的就只有海运了。竹中表示自己来当指挥，就吊儿郎当的离开了。莱维在船上吐槽张大哥三合会超级棒的暗号，这人打扮和品味都是一流的，但搞笑能力却烂得出奇。竹中这边刚到机场就收到已经发现黑胶鱼雷艇的消息，他吩咐手下在他到来之前不许出手，就开始找换乘去东南亚的班机。遇到一个日本人前来借货，而且觉得竹中很熟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。竹中笑着说自己长得像明星剑先生，然后就借口内急离开了。日本人当然会觉得他眼熟了，他可是被全国通缉的恐怖分子，您都这样了还能坐飞机也是挺厉害的。入夜，莱维发现了一艘船紧紧跟着他们的船只，抄起散弹枪2发将其击溃。达奇明白他们已经被发现了，于是让洛克和莱维中途下船，偷偷前往巴兰西。他和贝尼开着船左右耳跨国巴兰西直冲。与此同时，竹中也达到了巴兰西诱敌部队营地，这里的反游击特殊作战营是能让美军特工随意出入的地方，所以张大哥的目标一定是这里。竹中说自己已经看穿了张大哥的计划，但伊布哈拉却觉得竹中在胡闹，气得挂了电话。达奇布置好汽艇，准备兵分2路，等到任务完成之后，他们再到基地会合。莱维打开箱子看了一眼，里面装的是真货。达奇又递给莱维一张纸条，说张先生后面又来了联络，让他记得告诉洛克一声。莱维随手把纸条塞进了胸里，完全忘记要告诉刚上完厕所的洛克这件事。汽艇趁着夜色偷偷驶离，而鱼雷艇越过巴兰西继续向前，一直到早上6点，洛克和莱维才在巴兰西登陆。岛上的城镇非常荒凉，治安部队和游击队不分昼夜地进行枪战，普通百姓几乎全都逃走了。2人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，突然一辆车从后驶来，洛克吓得抱紧了箱子，莱维一把推开洛克，光速掏枪，车一个急刹停在莱维面前，车窗摇下，司机正是伪装成接头人的竹中。莱维收起枪和竹中对暗号，然而竹中却装傻充愣，等到莱维沉下脸才说出了三合会超级棒的暗号。洛克松了口气，莱维也笑着就和竹中握手，打得好混蛋。老大有句话让他转告，泰山府君即我也，大白话就是老子就是阎王，洗干净脖子等着吧。张老大聪明着呢，为了防止暗号泄露，早就准备了新的口令。竹中在说出暗号的时候就已经暴露了身份，2人的手依旧紧紧握在一起。短暂的僵持后，同时收手朝对方射击。竹中猛转方向盘，拦下想要逃走的洛克，马上就有人从后座冲出，将洛克打晕扔进车里。莱维根本来不及阻止，竹中已经带着洛克扬长而去。埋伏在周边的车辆紧跟着堵住路口，架起机枪朝着莱维疯狂射击，人数和设备完全不占优势，即使强如莱维也只能在巷子里狼狈躲避。而就在这时，一辆车停在了他身后，旗袍大姐姐甩出飞刀解决追兵，带着莱维离开。他们才是张大哥安排的接应人员。莱维要回去救洛克，但旗袍姐姐香华和司机雷卡基的任务只是将莱维送到政府基地。一言不合，香华的刀就架在了莱维的脖子上，莱维也丝毫不退让。张老大雇佣他们的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文件吗？文件在被劫走的洛克手里，要是文件没到手，他们要怎么和张老大交代？
拿了女主剧本的倒霉蛋洛克被绑到了游击队营地，伊布哈拉还是赶了过来。不过洛克的手里箱子是空的，竹中也不着急，带着洛克到小黑屋谈心。两人同为日本人，竹中东聊西扯，想让洛克放下心防，从他叫什么哪里人，为什么走上这条路循序渐进。但洛克也不是傻白甜，竹中的名字在国内可以说是如雷贯耳，他们可不一样，至少他不是赶走的。竹中也不生气，他是把一切都压在了人民齐崛起、世界同革命这种伟大的目标上离开日本。要说他们的不同之处，也就是目的不同了吧。伊布哈拉听不下去了，一脚踹在桌上，将枪抵在洛克的脑袋上，逼问他文件到底在哪儿。他可没时间在这里聊些有的没的。竹中丝毫不为所动，继续为洛克讲故事。从前有个男人来到了他们镇上，站在街角，每天对着人们不停的演说。一开始大家都还倾听那人的演说，还有人和他一起战斗，但是到了后来，大家都失去了兴趣。那个男人没有放弃，即便没有人听了，他仍在不停的演说。有一次，一个路过的孩子问他，为什么没有人听还要继续说呢？男子说，一开始他认为可以改变大家的想法，但是到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。但是他已经将自己的生存和信仰全部压了上去，如果停止战斗，他就无法生存。这里应该说的是日本60年代的左倾运动。洛克听完之后沉默了，仍旧什么都没有说。竹中也不想在他身上浪费时间，洛克不是军人，没有效忠的意义，放着不管就会自己说的。如果到了明天还不着的话，直接开了庭审枪毙就好。文件不在他身上，就肯定在莱威身上，而莱威是肯定会回来救他的。莱威和香华此时已经埋伏在了军营外，太阳落山就开始行动。竹中不紧不慢，但伊布哈拉已经快火烧屁股了。泰国搜查班过来联络，剩下3组都是假的，文件绝对就在黑胶小队这里。洛克就是关键，但竹中又不让他用刑审讯，这是在阻碍他们的作战计划。竹中突然问他派到市内的搜查队怎么样了，派出去几个小时都没有动静。政府军营的监察班也是，哪里都没有发现莱威，那他到底在哪儿呢？话音刚落，军营就响起了枪声。莱威和香华悄无声息地冲进军营，大杀四方。救出洛克之后立即撤退，车就停在不远处接应。但谁能想到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，司机居然嗑药嗑嗨了，一脚油门反方向冲进敌人的营地。伊布哈拉一看，我去，居然还敢回来挑衅！兄弟们，上车干了他！小岛上上演起了急速追杀，洛克心事重重，想和莱威说点什么。然而莱威这边只顾着和香华猜拳决定谁先上。香华爬上车顶，挥舞双刀，瞬间将车顶的狙击手砍成2半，溅出的血喷洒在挡风玻璃上，车辆失控相互撞击，瞬间报废了3辆。莱威不干了，踩着洛克爬上来要和香华抢人头。2个女人在车顶扯头花，独驾司机大喊着要去裸体主义海滩。总之，除了洛克，没一个正常人。此时距离交货期限还有半小时 ，CI 的特工着急打电话给张大哥，但对方只让他准备好钱，安心等着。现在也只能祝洛克他们好运了。游击队抽起机枪朝着他们射击，香华的武器间隔太长不好发挥，于是换莱威上场，盯着枪林弹雨一顿输出，2个人团灭对面，简直小菜一碟。莱威得意地表示，要是有机枪解决得更快。香华虽然认可莱威的实力，但却并不喜欢用热武器，只能刀刃和身体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武器。刀刃也会有缺口的时候，枪比刀强，原子弹比枪强，可惜拿东西只能握在政治家手里。见洛克闷闷不乐，莱威给他递了根烟，结果烟里加的料有点多，洛克非但没有开心起来，反倒更加消极 emo 了。嗑药司机在一路勇壮美女夹道欢迎的幻觉里冲进了政府兵营，游击队的车子在半路报废。伊布哈拉气急败坏地派出军营的所有兵力，就算过了停火线也要把文件抢回来。他今天就要和那群政府兵决一死战。竹中觉得伊布哈拉疯了，这样他们会全军覆没的。你清醒一点啊，你儿子再也回不来了。伊布哈拉根本不听，他已经被个人感情冲昏了头脑。2人争执之间，竹中开枪打死了伊布哈拉，下令让队伍撤回。伊布哈拉是个好伙伴，但只懂得回首过去的话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天亮前，洛克和莱威及时见了 CI 接头人，洛克这才想起来箱子丢在军营了，他要拿什么来交差？见莱威不慌不忙地从胸前掏出了文件，早在上岛之前，他就已经把文件藏起来了。顺带一提，莱威在美国是重犯，不过逮捕他不在 CI 的职责范围之内，说不定以后还要拜托他干点活。任务总算是完成了，洛克凑上来和莱威道谢，被莱威一拳砸到地上。下回他绝对不会再去救洛克了。竹中在机场再次遇到了那对父子，他抱怨自己的工作泡汤，和朋友也绝交了，总之就是各种不顺。男人好奇地问起了他的工作，竹中戴着墨镜离开，他的工作自然就是公众之敌了。